李总，林业研究所最新报告，代号灰腐的致病真菌已突破隔离带，随时可能在附近的速生林场爆发。这种真菌一旦感染，木材纤维结构将迅速崩解，直接经济损失超2000万。本市最大的速生林场在李庄，足足有3000亩，涉及117户种植户。通知财务部，300万现金1小时内备齐，调集团所有大型伐木车队，今晚之前必须到李庄。李总，您要抢收？灰腐感染后的木材无害化处理成本是常规木材的4倍，稍有不慎，真菌孢子会污染整条生产线，集团可能面临千万级亏损。这些数据我都清楚。那您为什么还……徐敏，李庄那些农户把一辈子积蓄压在了林场上，前后后为了那片林子忙活了6、7年，孩子上学的钱，老人看病的钱，全在林场里种着。我李远也是从李庄走出来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血本无归。这笔收购如果亏损，我个人全资兜底。现在，去办。李总，300万现金已装车，伐木车队6辆，30名工人，预计4小时抵达李庄。林业局特批加急采伐许可证已到位。做得好。李庄村委会电话没人接，那边还不知道情况。那就当面告诉他们。通知技术部监控真菌数据，有变化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明白。哎呦，李远，大老板回乡了，稀客啊！村长，我长话短说，有一种真菌病疫随时会在咱们林场爆发，我带车队来，每方1200保底价全面收购。1200，这也太低了吧！当初你答应俺们的可是1500。李村长，现在情况紧急，疫病一旦爆发，这些木头就1分钱都不值了。省林业研究所报告，树干褐色纹路是真菌感染早期症状，一旦爆发，木材全部坏死。我看不懂什么报告，你不是想坑老乡吧？那什么真菌病，说不定是他编出来的，就为了压价。没错。这是300万现金定金，签字即付。今天签了，伐木队进场抢收；不签，木材烂掉的损失和环保罚款你自己扛。村长，李总说的褐色纹路，我今天早上看见了，真有。大家放心，感染初期的木材还有救，只要经过妥善处理，可以做成特种纸浆。不能签！村长别签，周老板来过了。什么？周老板说那纹路是天然金丝纹，一方能卖8000，8000一方。咱李庄捡到宝了，李远拿300万就想糊弄咱们。李远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你倒专坑自己人。8000一方的金丝纹，你报1200。那是真菌感染，不是什么金丝纹。狗屁报告！老娘种20年树，什么病害没见过？真菌感染绝对不是这种纹路。你就是想低价吃高价卖。我差点把几千万买卖300万卖了。村长，别犯糊涂。铁柱，周德发是骗子，去年在临县因欺诈被立案，可不能信他。你胡说什么？村长，咱种的是速生杨，哪来金丝纹？李远是来救咱们的。那……村长，合同在这里，3分钟，不签，车队就走。村长，李远哥从来没骗过乡亲们，他说真菌会毁林子，那就一定会。可这树看着没毛病。哟，李总手脚挺快。乡亲们，你们差点被忽悠了。
这不是病害，这叫金丝纹，百年难遇。我已经请省城专家鉴定过了，这种木材做成高端家具，一件甚至能卖到10几万。李庄有3000亩林场，价值上千万。上千万！周德发，你伪造鉴定书，这已经是诈骗罪了。李远，你也是李庄人，300万就想骗走乡亲们上千万的摇钱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李远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村长，周德发是骗子。闭嘴！你从小家里穷，乡亲们供你读书上学，你就这样报答？我本就是来报答乡亲们的恩情的，是有的人不领情。村长，我再问您一遍，这合同你签不签？合同？李庄的木材不卖白眼狼。李远，你个没良心的，300万糊弄我们，做梦！录下来了，完整录制，包括撕毁合同画面。录什么？当然是录你撕毁300万保底合同的证据。从今天起，宏图集团和李庄再无关系，将来别来找我。后悔，滚！李总，撤，全部撤走，通知车队即刻返回。是。远哥，对不住，我没拦住大家。不怪你，你尽力了。那个真菌真会毁掉整个林子？现在尚能控制，可一旦爆发不出1天，3000亩林场一刻不剩。远哥，我信你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现在回去，把你家承包的树赶紧砍了卖，能挽回多少算多少。只要你能把木材拉来宏图集团，我都收。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金丝纹？哟，铁柱你还真砍呀！铁柱，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你信那个白眼狼的话？傻到家了。过几天有你哭的。走着瞧。李总，没了李庄的木材，下半年的订单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还有后手。给赵庄林场的老赵打电话。来李庄之前，我跟他通过气，他懂科学，知道真菌病害的严重性，愿意把木材卖给我们。您来李庄前就做了2手准备。李庄配合，给他们一口饭吃；不配合，自有配合的人等着。告诉老赵，宏图集团全量收购赵庄林场的木材，价格按市场溢价10%，今天签合同。李总，赵庄林场来消息了。说，老赵接到预警后迅速抢收，现在已有大半木材采伐完毕，分堆码放。他还主动提出按市场保底价跟咱们签长约。聪明人，同样的预警，有人当救命稻草，有人当耳边风。通知车队，加速赶往赵庄林场。是。乡亲们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几个老板，有人出到1500万一口价。1500万！我就说李远那个白眼狼是在坑咱们。是啊，多亏了有才跟李霞拦着，不然我真要被李远骗了。等咱这批货出手，家家户户盖洋楼，让李远那小子眼馋去吧！哎，我说各位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1500万只是起步，咱们还得让他们竞价呢，至少要抬到2000万。听周总的，听周总的。赵庄林场储量刚好覆盖李庄订单缺口，而且木材直径和密度数据都比李庄木材高一截。尊重科学的人就该得最大的回报。通知法务部
按市场保底价上浮5个点签长约，外加集团3年优先采购权和全套种植技术支持。再把真菌防治预案同步发过去，以后每季提前预警。明白，李总。李庄那边真的彻底不管了？合同摆上桌，他们当我面撕了。不是我不救，是他们自己往火坑里跳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李总，接到预警，我急忙带工人抢收，现在成熟木材砍下来1大半了。你信我，我就不会让你吃亏。通知伐木车队，全力配合赵庄林场抢收。是。赵老板，保底价每方1200，所有成熟木材全包，不论品级。没问题。李总又是预警，又是千里迢迢来拉我的木头，冲这份诚心，我签了。300万定金已到账。李总，您是整个赵庄的恩人。按编号分区分车，每车28吨，不得超载。装完即刻你发车。徐助理真利索，我干大半辈子林场，没见过这么高效的队伍。老赵，从今天起，赵庄林场是我宏图战略合作伙伴，明年投500万，给你扩建育种基地。李总，这辈子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真菌遇水，繁殖速度会更快。天黑以后伐木工作不好开展，恐怕没时间收完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收上来的木材已经足够完成订单了，接下来无论能收多少都是赚。倒是李庄那边，好戏应该开场了。周老板，这杯敬您。要不是您识货，咱李庄的金丝纹差点让李远那小子300万就糊弄走了。村长客气，我这人就见不得老乡吃亏。李远那种人，自己在城里发财了，回来还想坑乡亲。他就是个白眼狼，小时候穷的吃不上饭，咱村谁没接济过他？现在长本事了，反手就想骗咱们。我带了30万全压那片林子上，要是当初真签了那破合同，我可就亏到姥姥家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我已经联系了省城几个大老板，一方至少8000。等这单做成，各位家家盖洋楼。天色不早了，周老板今晚就住咱招待所，明早我带您上山好好看看林子。好啊。下雨了。快，这批装完就齐了。停下，全停下！赵叔，怎么了？赵叔，这批木头还能用啊？不行，灰腐已经渗进去了。这些也一样，这批木头不能交给李总。这可是几百亩的收成，值不少钱啊！那也不行，李总救了咱们赵庄，咱们不能拿烂木头糊弄人家。老赵，李总，这批木头里面已经开始烂了，您就别收了，我拉回仓库干燥，看看能救多少。实在不行，就当燃料处理。赵庄的仓库设施不全，不如拉到我的仓库去，等干燥后我找人评估，一定给你个公道的价格。老赵，你亏不了。第3车37号，街面有暗斑，送去隔离仓库。李总，赵庄木材已全部安全入库，正在启动最高功率除湿，孢子扩散概率已降至0.3%。好。远哥，我家承包的树都砍下来了，你看看能不能收？当然能，准备入库。是。
谢谢远哥。李庄的木头，现在恐怕已经烂完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是树倒了。李总，赵庄林场老赵的来电。李总，我老赵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碰上您这样的老板。我看了新闻，附近几个林场全毁了，要不是您提前预警，我现在肯定就倾家荡产了。老赵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你尊重科学，明辨是非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李总。没了，全没了！我押了房子贷的款啊！烂了，从里到外全烂了。洗一洗，只要洗干净，肯定还能用。打纸浆，对，还可以打成纸浆做纸。怎么会？里面全空了。这什么味儿？怎么跟烂了3个月的臭鸡蛋一样？那是什么？虫子，好多虫子！我的脸好痒！快跑，全部撤！这林子不能待了！找周德发，他把咱们骗得这么惨，不能便宜了这家伙！还真让李远那小子说中了。该死的真菌，晚不报早不报，偏偏现在报。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把烂木头包装成金丝纹，从村民和木材厂手里各捞一笔钱的，这下全完了。周老板，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去啊？各位乡亲，我正想进城帮大家找新销路啊。那批金丝纹虽然受了点潮，但底子还在。我认识几个大老板，专收这种特种木材。新销路，你抬头看看，那林场都变成毒地了，连做纸浆都不配，你还想骗我们？天灾，这是天灾，100年不遇的真菌爆发，谁也算不到啊！天灾？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你说这叫金丝纹，100年难遇，价值上千万，是你煽动我们撕了李远的合同，300万现金，你赔我！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你这个骗子，你把我们害惨了！别动手，合同是村长撕的，字儿是他签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先别打，打残了他，谁给我们赔钱？对啊，你们找他去，合同是他撕的，李远也是他骂走的，
冤有头债有主。你闭嘴！出事后你第一个收拾行李想跑。我真的是替大伙去找销路。你当我们是傻子？你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，你分明就是要跑路！打一顿太便宜他了，把他扣下来，让他赔钱。对，把他关起来。别，我还能卖，我还认识人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等等，你最好真有。王总是省城最大的木材商，绝对靠谱。只要他看到这批极品黑金丝纹，一定会高价接盘。可是现在的木头都烂完了。王总跟其他的木材商不一样，他还专门收集各种奇珍木材，用来做文玩的，不看强度和质量，只要独特就行。你们想想，真菌侵蚀过的木头，纹路更密、更复杂，看起来更有档次。你马上打电话。当然，还得劳烦大家伙去找几节样品，形状纹路越新奇越好。周德发，你有什么事？王总，大买卖，我手上有一批极品黑金丝纹，纹路绝了，您看看。看到没？纯天然黑色纹路，市面上根本找不到，做成高端文玩，一件至少6位数。对对对，我是李庄村长，这种木头可是李庄特产。有个叫李远的老板想高价收，我们都没卖。这种纹路确实少见，你拿近点，我仔细看看。怎么了？接着往下拍啊！周德发，你这木头的纹路是不错，可你倒是给我拍全啊！哎呦，王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胳膊突然抽筋了，你让我缓缓。不能拿走，王总看中的就是这一块。那怎么办？拿东西堵住。王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接着看。王总这么久都没说话，他不会看出来了吧？王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木材。那咱们就赶紧签合同吧，我保证给您最优惠的价格。可以。快把我包里的合同拿来，给王总过目。好。周德发，你给我看的是什么？王总，您听我解释。周德发，你他妈拿我当冤大头？那块烂木头都流黑水了，你管这叫极品黑金丝纹？王总，您知道这种独特纹路的木头肯定是因为病害才……闭嘴！我都看见了，那黑水是毒水，你那里爆发的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的病害。这件事我会如实散布出去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收你们的烂货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消息一传开，真的没人要了。你他妈不是说他绝对靠谱吗？是他没眼光，那不怪我，不怪你。当初说金丝纹能卖天价的是你，煽动我们撕毁宏图集团合同的是你，现在把王总也得罪了，全都是你。我说了，字是村长签的，合同是村长撕的，你们怎么不去问他？是的，村长才是拿笔的那个。要是当初他签了，300万早到手了。够了，现在互相咬有什么用？王总一旦把消息放出去，不出24小时，全行业都会知道李庄的木材是毒垃圾，到时候别说8000，8毛钱都没人要。必须抢在王总告发之前把木材卖出去。喂，张厂长吗？我是李庄的村长啊。我们有一批速生羊，底子好得很，现在急用钱，想低价出手。又挂了。再打，接着打，全市那么多木材厂，总有一个识货的。喂，王老板啊，
您听说什么了？不是，那都是谣言。喂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，那个王总真把事儿捅出去了？慌什么？市里木材厂几十家，他不可能全认识。继续打。刘树国，我认识他，3年前他还来咱村考察过，他还夸咱们林场的木材质量好来着。喂，哪位？刘厂长，我是李庄的李霞呀，您还记得我不？哦，记得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不，我们村里有一批速生羊想出手，质量没问题，您看……等等，你们李庄不是一直跟宏图集团合作吗？怎么突然找上我了？嗨，别提了。李远那小子现在发达了，瞧不上咱老乡的货，见利忘义，白眼狼一个。李远不是那种人啊，业内口碑一直很好。你们到底什么情况？就受点小灾，做家具是够呛了，但打纸浆绝对没问题。您来看一眼就知道了，价格好商量。行吧，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我马上过去看看，但要亲眼验货。好，刘厂长您真是大好人，我们全村都记您的情。各位乡亲，现在有人收购了，可以放了我吧？哼，没那么便宜，先把他关起来。这笔账等生意谈成了再算。不要啊！李村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马吧。刘厂长说了，他要验货，这可怎么办？只要他来了，咱们就有机会。仓库里还有些去年的库存，把那些全部搬到前面来，烂得厉害的堆到后头，用防雨布盖严。刘厂长来了，只让他看仓库，林场一步都不许靠近。刘厂长，一路辛苦，走，先去村委会喝杯茶。那边就是你们的林场，怎么看着不对劲儿？是，你也知道下了暴雨嘛。嗨，小事儿，就是前几天下雨受潮，表面有点变色。但刘厂长，您干这行几十年，一眼就能看出里面是好料子。您听这声音，结实着呢。老李，你们的速生羊虽然受潮了，但做点普通家具还是够用的啊。打成纸浆的话，可惜了。纸浆就行，我们不挑，您给个价，多少都行。纤维应该还能用。这样吧，我先跟你签个意向，等抽样锯开检查，没问题就签正式合同。刘厂长，您真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。刘厂长，那个收购价能不能再高一点？什么？你疯了？别说话！我就问一句，怎么了？这木头就算受潮了，底子也是好速生羊。你给的那个价钱，我连银行的利息都还不清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李霞，你给我闭嘴！签了合同再说。你贪那1块2块的，把事儿搅黄了，全村人拿你出气。就是，我欠着银行30万都没说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还不上贷款就没活路了。刘厂长，您是厚道人，您看着给加点儿。你们到底什么情况？李村长，木材只是受潮的话，不至于连贷款都还不清吧？你们这批木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真没什么事儿，他这人就是贪小便宜。什么叫我贪小便宜？你混账！你有没有惯谁？刘厂长，刘厂长，您听我说。你还想说什么？这满地流着黑水的烂木头已经替你说了，这笔交易免谈。
我刘树国做木材生意28年，今天差点被你骗着在独木头上签字，你这是诈骗！刘厂长，我们也是被周德发骗了呀。谁骗你不关我的事儿，但你想骗我，这事儿关我的事儿。从今往后，宏大木材厂和李庄永不来往。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断了。李霞，你满意了？刚才刘厂长眼看就要签字了，你他妈多什么嘴？1块钱，就为了1块钱，你把我磨了3个小时，求了10几个人，赔了一辈子老脸才求来的最后一条活路，全他妈堵死了！怪我？你摸摸良心说，最开始撕毁李远合同的是谁？是谁在村委会拍桌子骂李远是白眼狼？是谁带头喊李庄的木材不卖白眼狼的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跑过来说有金丝纹？那个姓周的是骗了咱们，可合同是你亲手撕的，李远也是你亲手赶走的，现在倒怪上我了。都他妈别吵了！吵什么吵？吵赢了木材能变回来，李远的合同能自己签上，各家的贷款能消掉，不能。当初周德发忽悠咱们的时候，谁没跟着起哄？谁没骂过李远？现在互相咬赢了又怎样？烂摊子是大家的，谁都跑不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有一条路。什么路？去找李远。李总，赵庄林场最后一批木材已完成无害化防菌处理，全部转入1号恒温仓库。这批木材的含水量、纤维密度和抗拉强度全部达到特级标准。另外，真菌疫病已经席卷了全市范围内7个速生林场，受灾面积超过2万亩。目前市场上合格的原木价格已经被炒到每方3800，往常的正常价格是1500。附近5家木材加工厂因为原料断供，已经暂停了2条生产线。我们手上现在有多少存量？一共约12000方，不仅够完成宏图下半年的全部订单，还能结余约3000方。有3家加工厂已经发来邮件，愿意以每方4000块的价格收购我们的余量木材，可以卖给他们。李总，按照我的估算，现在的木材价格还有上升空间，我们是不是再等等？再等下去，万一他们工厂倒闭了，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。这种时候不能贪心。明白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李总，徐姐，楼下出事儿了！什么事？李庄的人来了好几十号，开了4、5辆农用车，车上全是发黑的烂木头，臭气都飘到3楼了。这群人当初亲手撕了合同，现在还敢来？还有个大妈直接坐在旋转门前，又哭又嚎，保安根本拉不动，外面围了一圈拿手机拍的人。李总，他们肯定是想靠做低姿态博取同情，甚至营造咱们是无良企业压榨种植户的假象。我建议立刻报警清场，同时让公关部发文，以正视听。不用报警，也不用清场。他们既然把戏台都搭好了，这出戏的主角不去，岂不浪费？带上平板，把我让你备份的那些东西全部调出来。明白。这宏图集团怎么把农民逼成这样了？大家评评理！宏图集团的李远，他也是从我们李庄走出来的。他从小家里穷，是我们乡亲供他读书上学的。现在他发财了，当了集团总裁，翻脸就不认人了。自己老家遭了灾，他见死不救。我操，这得转！大家快转，看看什么叫忘本！大姐，您别这样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。我不活了！你们宏图集团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死在这儿！
总裁本人出来了，别刷走，精彩马上开始。李远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咱李庄的木头。当初你说1200一方包收，现在你可不能不管啊！就是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李远啊，你也是李庄长大的，你小时候饭都吃不饱，是谁给你塞馒头给你凑学费的？是咱们这些老乡亲啊！现在李庄遭了难，你不能袖手旁观，哪怕按废料价收一点，让我们把贷款还上，也算是还了老家的恩情啊！做人不能忘本啊！看看，这就是宏图集团的总裁。老乡受灾了，就这么冷眼看着，1分钱都不愿意掏。先生，请不要在这里闹事。打人了！宏图集团保安打人了，草菅人命啊！李村长，你说我见死不救，那我问你，2天前我带着300万现金和伐木车队到李庄的时候，你拒绝我的话是什么？没有，你胡说！你什么时候来过李庄？看来各位是上了岁数，记性不太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们记着呢。你当时说的是合同，李庄的木材不卖白眼狼。那是周德发骗了我们。被骗？周德发从头到尾给你签过一份合同吗？给过你1分钱定金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签过1个字，没有转过1分钱。你们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口头承诺，亲手撕碎了300万现金的保底合同。你们不是被骗，你们是在赌博。你们赌周德发说的金丝纹是真货，赌自己能赚8000块一方，赌赢了血赚，赌输了就拉着一车废材来我公司门口跟我说，看在同乡的份上，天下有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吗？李远，你小时候你妈病了，我们给你端汤，我们供你读书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李霞婶儿，2天前我看到议评报告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李庄那些农户把1辈子积蓄压在了林场上，前前后后为了那片林子忙活了6、7年，孩子上学的钱，老人看病的钱，全在林场里种着。我李远也是从李庄走出来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血本无归，供我读书的恩情，我带了300多万现金来还，我带了伐木车队来救，我把林业研究所最新数据摆在桌面上，告诉他们真相，然后他当着我的面撕了合同，亲自断送了整个村子的未来。从那份合同被撕碎的那一刻起，宏图集团和李庄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人家老板做的没毛病啊，300万现金保底够意思了。就是，明明是这些种植户自己作死，不光贪心，还有脸拉着烂货跑到这儿来道德绑架，活该饿死！兄弟们，之前是我骂错人了，不是宏图集团欺负老乡，是这帮人自己撕了合同还来碰瓷，我刚才全录下来了，大家看我主页回放。李远，叔求你了，是叔鬼迷心窍，是叔对不起你，你打叔骂叔都行，但你看看这些人，有才家的贷款下个月就到期，李霞妹子是押了房子的，还有孩子们要上学，全村老小100来口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哪怕按100块一方收也好，让我们活下去。李远，求你看在咱都姓李的份上，拉乡亲们一把吧。我说过了，我看在同乡情的份上，带了300万回来还给你们，是你们自己不要。那能不能就算借给我们的，等下次成才，我们连本带利还给你？村长啊，你怎么还在做梦？不是我不借给你们钱，而是借给你们的钱，你们根本还不了，因为再也没有下次成才的时候了。这是今天上午10点，无人机在李庄林场上空拍摄的实时画面。同一时间，环境监测站在林场上风口、中心点和下风口各采集了土壤样本，土壤 pH 值已降至3.2，
正常速生林土壤 pH 值在 5.55 到 6.5 之间。真菌孢子为每克土壤含240万个活体孢子，浓度已经超过安全标准200倍。初步核算，清除污染土壤，回填无褐化土层，植被重建，这些生态修复工作预计需要6到8年，而且初步修复后还要等待当地生态稳定才能重新开始种植，这个过程少则几年，多则10几年。听明白了吗？也就是说，李庄附近的土壤在几十年内，连一棵树都不可能种出来。是真菌？我说怎么那么臭？这东西不会对人也有害吧？应该把他们抓起来。他们把烂木头堆在这儿，是危害公共安全。大家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了环保局，他们马上就到。李村长，等着交罚款吧。交什么罚款？土地烂了是天灾，又不是我们干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避重就轻，要罚的是你们把这些烂木头拉到这儿来，污染公共环境。更何况真菌疫病是天灾不假，可是其他受灾的村子是怎么做的？他们第一时间上报，积极配合救灾防控，让污染根本没机会扩大。可你们呢？你们做了什么？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你们是把救灾的时间都用在推卸责任、互相扯皮上了吧？各位，既然大家都拿着手机录像，那我就趁这个机会说清楚，宏图集团不是垃圾处理站，我也不做慈善，更不替别人的贪婪买单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总算逃出李庄了，这次的事闹大了，得出去躲躲。用哪张呢？周德发，你涉嫌伪造鉴定文书，诈建林农巨额财产，煽动破坏生态环境，这是逮捕令。李总、徐秘书，真是太谢谢了！您看，育种基地也开始建起来了。你听劝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赵老板，宏图集团与赵庄林场10年期独家战略合作协议，首期注资3000万，用于升级真菌预警监测系统，扩建育种基地和现代化加工车间。未来10年，只要贵厂木材品质达标，宏图集团不限量全收。每季提前预警，全程技术指导。你们的规模扩大之后，我们按递增比例逐年提高采购价。李总，我老赵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，就是信了你。李总，各方结果已经汇总。说，周德发因伪造林业鉴定文书、诈骗林农财产、故意破坏生态环境3项罪名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。庭审现场，李庄有32名村民出庭作证。李庄林场原址已被市环保局列为重点生态修复项目，村委会名下全部林场承包权已被法院强制收回并公开拍卖。由于大面积贷款违约，有40余户村民被银行列入征信黑名单。李有才、李霞等人的房产和土地已被查封，他们现在都去省城一个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了。李村长被免去村委会职务，在签完生态修复决定书当天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后偏瘫卧床，目前由他外出打工的儿子接去外地照料。
远哥，铁柱，在宏图集团还习惯吗？徐姐让人带我跑了1个星期，从入库质检到无害化处理车间，全都熟悉了一遍。我一定加紧学习，争取早点上工。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我爹说了，李庄这次欠你的是永远也还不完，但我们家欠你的，我想着能还一点是一点。你谁也不欠，全村117户，只有你信了我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